这一套卡组就是这么强，这边应该可以直接3星了，连手都不防守，直接打3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皇室摇起来。我们今天是冥府军团的日子。那这套卡组其实就是有一些非常坏的卡牌，像是暗夜女巫，还有女巫，还有大皮卡，这些都是很坏。然后，我觉得黑暗王子虽然说他是名字里面带一个黑暗，但其实他是一个好人，所以他是一张非常弱的卡。其实这个游戏怎么判断这个卡牌是好还是坏，就看它的战斗力高不高，或者是 CP 值高不高。像女巫啊、暗夜女巫这种超级强，大家都还没有 nerf 的卡，那它就是坏属性的卡。这边他下了一个幻影刺客，然后其实女巫是一张非常强的卡，但是经过了几次 buff 以后，它越来越强。但是其实，在比赛或者是在挑战赛都非常少人带，那是因为大家不太会用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大家可以顺便来看一下怎么用这张卡。那这边他下了一个工程锤，但是我没有废好，我们就让他撞吧。等他撞完以后再下大皮卡，稍微来解他一下。虽然说我可以下滚木，然后再下暗夜女巫来防守，但是没有，我们就是慢一点塔血以后，等等再下个暗夜女巫就可以一波把他的塔给打掉。除非他下地狱龙，好，他下了地狱飞龙，然后我没有电法，然后我挡不住这一只地狱飞龙。但是我的这个暗夜女巫，地狱飞龙我还是觉得太弱了。虽然说它有地狱这2个字，但是其实它应该还是可以再稍微加强吧。因为跟地狱塔比起来，我觉得它可能算是这些比赛上可能会出的卡，但平常如果你要让它挑战赛来用，我觉得还是风险太大，我觉得有点太弱了，可以再加强一点。你看我们这样轻松就拿掉一塔，等等对面的工程锤如果进攻，我一样用皮卡守住以后反推这一波应该就可以直接拿3星。但是要记得，因为对面有毒药，所以不要把女巫跟暗夜女巫下在同一路，或者说你可以晚一点再下。像现在他下的这个，我就再随便丢一点东西去挡住这个地狱飞龙。好，虽然说我现在要把他们下一起，然后我就会被毒药全部都毒死。然后我知道我再下一个水怪。然后这边好，我们这边可以打3星啊，这边应该可以直接3星。然后这就是冥府军团卡组的厉害，连手都不防守。但因为可能是我们前面圣水赚的太多了，前面其实因为我的采集器他们都没办法用太好的方式把我解掉。虽然说他有毒药，但是他如果把毒药缴了以后，我的暗夜女巫跟女巫它会非常难解，所以他选择把毒药扣着。但是如果他把毒药扣着，我的采集器就可以赚了很多费用。好，这边我的起手其实没有很好，我觉得我只要盖了采集器以后，对面一波快攻我是完全守不住。然后这个滚木可以晚一点来下，可以再晚一点，等到差不多。这边可以先下这个工程锤去跟对手做交换，我觉得工程锤去送掉。然后你看这边工程锤骗到了一个地狱塔，那他带的地狱塔肯定不可能再带什么地狱飞龙了吧？应该是不可能吧？然后这样子我们的大皮卡就可以长驱直入，然后再补一个解小生物最强的女巫，这一波他应该是守不住了，应该会直接爆，他应该会直接爆。这边你看果然是守不住了。我在想要不要再补一点暗夜女巫，但我想等他塔掉了以后，我们再补暗夜女巫，直接打3星，一波打3星，再补个幻影刺客好了。然后位置稍微拉开一点，这样子他如果来不及，有办法吗？应该是直接3星了。对，这一套卡组就是这么强，1分钟直接3星。还没3星吗？不好意思，那我再毒个药好了，我再下毒药，因为我已经赢了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赢了。就这样，在1分钟30秒的时间，35秒、36秒的时间，直接拿3星，就是这么快。那这边起手其实算是一个超好的起手，因为其实有采集器就算是很好的起手了。因为我平常玩通常采集器都在第7章、第8章，那这次只要在第1章，这场基本上先赢一半。然后对面下什么冷静，对我不怕，卖一点塔。不对，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卖，我卖了好像就守不住了。然后因为这边先下个毒药以后，然后再下暗夜女巫去解他暗夜女巫，然后对手又有毒药，这样子我这间塔可能会直接爆掉。然后我下了一个幻影刺客去解这个巨人，果然血只剩下一点点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起手采集器
最好的状况下就是对方没办法一波快攻你，但是今天这样刚好对方可以快攻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是不怕的。前面先让一点，前面先慢一点，前面先慢一点，等知道对面有毒药，然后有巨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采集器放在后面一点，这样子他等的巨人，然后暗夜女巫的快攻可能就打不到我们了。那这边我还是把采集器盖了去，然后这个右塔我卖了。哇！居然下了一个矿工，然后又下了一个这个哇，然后又有一个毒药，全部都死光光了，连我们的女巫也死光。然后我手上也没有光能锤，非常要拿3星才有办法赢，但是好像没办法拿到3星。好，我们孤注一掷下了一个大皮卡，我觉得这个我果然被滚掉，然后大皮卡什么都没有东西可以掩护他，应该会直接死掉。但我还有一个毒药。在这边下了一个毒药，不要被拉走，应该拉不走。我们这边只要砍一刀，这波他的塔应该是守不住。哦，好，又有一个，好，他守住了，他成功了，轻轻松松的把塔给守住了。果然，你看我们刚得一完，马上塔就爆了，而且是连爆2塔。然后在加倍时间以后，我应该也是打不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先做一个尝试，做一个快攻的尝试，然后可以抓准对面。没有太多的，没有毒药的时候，可以把全部的东西都塞进去，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对面把毒药滤出来，然后这些生物等下会被毒死之类的，甚至说他连毒药都没下就可以把我打掉了。这样到底是因为我们刚才马上被教训了？其实我觉得最亏的大概就是起手那一波，我们直接盖了采集器，然后对面下了巨人加上暗夜女巫来进攻，然后我好像也没有办法。我那时候如果下巨人来防守，应该也会塔应该也会掉啊，不是塔不是会掉，是那个大皮卡也会死掉，所以我们这一波马上被3星，但至少我们比刚才撑的还久。居然有人发起挑战，居然是 Jerry 想跟我们挑战吗？好，我们来跟他 friendly battle 吧。这个 Jerry 宋就是我们最近加入的最强之一的选手，所以遇到他也要非常的小心。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马上用一个幻影刺客快攻，看一下他会怎么办。哦，他下了一个冰人，那可能还会再下个生物来防守。我下了一个小哥布林。那这边冰人的话，我也不确定他是怎么卡住。但是又下了暗月女巫。暗月女巫我可能会在这边放一个女巫吧，但这边可能会被毒药了。哦，居然直接下了一个墓园。但是墓园我可能没有东西可以防守，我这边只有滚木可以防守。好，我还是下滚木好，先守一下，先把这个血量撑下。然后他没有毒药，我这边可以盖个采集器，然后等他的下一波毒药墓园，我的采集器可能要盖边边一点。但是这样他可能就会打我的右路。哦，没有，是决定继续打我左路吗？哦，这个是下了一个，哇，这一波也太难守了吧！我先下个毒药来防守好了，下个毒药应该就可以守住这波。虽然说我的塔可能会扣不少血。哦，这个女巫也太强了吧，可以再戳2下，不会 ，OK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是有一点圣水的优势。好，我这边对手已经没有毒，不，我这边沉底看可不可以把 Jerry 的毒药骗出来，我也不确定他不会下毒药。哦，没有下吗？哦。直接毒药了吗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想再下一个暗月女巫，然后再补一个工程锤，这一波应该很难防守吧？因为我还有一个幻影刺客，直接把这个电法，哦，没事，电法直接死了。哦，大皮卡，但是我这边有很多小骷髅，而且还有很多，这边他毒药已经被我们骗出来以后，完全没办法守住。虽然说把我的女巫滚死了以后，但这边应该可以拿1塔，但是拿1塔以后，我应该是没办法一口气3星的，我还是偷偷再盖个采集器好了。然后采集器的位置，我觉得盖哪边都不好，所以还是盖了，不管还是盖了。盖了以后，它可以直接把我的塔给毒掉。哦，但是其实我觉得Jerry这边直接打另外一路是最好的，因为这样子等的话，他如果先把右塔拿掉的话，我的主堡会醒来，这样子他会非常的难用墓园进攻。不过这边既然没有毒药的话，我这个双女巫的卡组是非常强的。你看我们这边会生很多小骷髅跟小蝙蝠，然后趁着他大皮卡锁定的时候，我再下一个工程锤。哦，不要砍到我，居然被一刀剁死了，没关系，马上再补一个女巫，再补一个幻影刺客。哦，这个幻影刺客可以把这个有解掉吗？哦，成功解掉。哦，马上又下了一个，这样子这一波可能又打不进去了，没关系，我觉得
他如果下毒药的话，我就马上在正面进攻。果然又下了一个毒药，然后再下一个暗月女巫正面进攻，而且已经没有小兵了，也没有哥布林了。这样子还有大皮卡可以防守吗？有大皮卡吗？哦，果然有大皮卡，没关系。我虽然说我是进攻方，不过我们的后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有非常多的小蝙蝠要撞进去了，有办法吗？再补一个暗月女巫，哇，这个电法居然没死，这电法也太强了吧！我操，死了！那这一波应该是守不住了。有滚木吗？应该是来不及了。成功的把杰瑞给解决了，真的是赢得非常的惊险。西洋来，冥府军团等你来战。